大家好，这次去香港的话，其实有朋友跟我一起去的。然后我朋友的话，他是第一次去香港。然后呢，去香港的话，去之前我就跟他说过香港的物价、交通等一些事情啊，但是我没有交代到这种类似于很细节的问题，比如说服务态度的问题啊，我没有想到啊，我曾经真没想到这一点。那这次去的话，因为香烟的话到香港只能带19支入境，所以说呢，我朋友他没有带香烟啊。然后呢，他还想尝试一下当地的香烟，所以说呢，他到之后就立马去 OK 便利店啊买香烟。买香烟呢，刚好里面的是一个小伙子啊，就是穿红衣服的小伙，在营业员就在收银台那地方，刚好买香烟的这香烟呢啊，也就是在收银台那边啊。然后你要看的话，就只能在收银台外面看啊，然后要看的距离1-2米是吧？本身那个香烟的话，在大陆就很少见是吧？你看到的香烟都是感觉跟外国烟一样啊，本身就是万宝路、七星这种。你又看不到这种中国内地烟是吧？那我朋友就很难选择，就问他一下啊，什么烟啊，什么好抽啊，或什么烟那个畅销啊，或者什么烟卖的比较好啊，对方就很不耐烦啊，然后呢说是我不知道，或者我不能给你选择，反正就那意思啊，用广东话说的。然后到最后为了不耐烦的时候就说呢，不卖了，就是手挥手不卖了啊，直接不卖了啊。那虽然说我朋友呢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啊，然后给你添了点麻烦，但是这个麻烦我感觉就是你随便指一下就行了，你何必要说3句话来完成呢？本身你就回答这个就本身1句话你就可以完成了，非要用3句话来拒绝他，而且你还把这个生意没做成。如果说他不是营业员，他是老板的话，我觉得这个生意老板肯定会告诉他，这个烟可以的啊。就是因为他这种啊，我觉得态度真的是不行。为什么呢？可能在他看来吧，就是你呢让我很烦啊，我不想理你啊，你啰啰嗦嗦的。第二个的话，你买香烟和不买香烟，对我来说，我工资照样这么点啊，我干嘛理你呢？我还把气撒给你，就是让你这个人是新手啊或者新来的人，我就不想理你，就把气出在我朋友身上，是吧？所以呢，导致我朋友本来想在那边玩个6-7天的啊，然后呢，他当时就立马改变主意，他说我要缩短行程了啊。这样说吧，就是后面我也跟他说了，其实呢，香港看地方啊，你要想这个便利店这种打工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在日本的话都是这种本地人都很少啊。日本的话很多都是留学生啊去打工。你要看像香港工资很高，然后呢，本地人的话去做便利店工作的话，你想想看嘛，你想想看是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去做便利店工作，对不对？你看到电视剧里面香港的人是做什么工作？所以说呢，你就期待啊，就不要期待太高了。他这样的服务态度啊，我也觉得可以理解了。后面的话，包括我自己这次去香港的话啊，然后我也经历了，比如说去地铁站那个人工柜台，因为我2张八达通卡都失效了啊，去激活充值再买全日通票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有很多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嘛？还有全日通的话，他跟我说是24小时的啊，我没错，我知道。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比如说24小时到了前1小时我进入闸，然后呢，我想出闸的时候呢，过了这20小时呢怎么办啊？他也跟我耐心解释了啊，包括去银行啊，因为我的一个预留手机号码有错误，然后呢去修改，然后人家态度都非常好。所以说你要看什么样的人啊。那我看到的就是网上诟病最多的就应该是这种柜姐、茶餐厅、出租车啊这样的地方。那比如说吧，其实这个茶餐厅的话，应该是很多新到香港的朋友啊，很多时候不太理解啊。比如说点餐吧正常的话，比如说陆港澳台来对比4个地方，那进去之后坐下来慢慢看菜单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在香港茶餐厅，你要看得很慢一点的话人家我感觉就是对你就不太好脸色了，真不太好脸色的。因为香港的话是个快节奏生活本身的话它这个是依靠翻桌率本身地方很小嘛，他就希望你快点吃，快点点完之后我收完之后你钱付掉就行了是吧？很多时候他把菜单的话都列在门口门口这个你自己看好，而且还有很多编号比如说527、524这个编号，你进去一喊就行了。还有的话套餐 A、套餐 B、套餐 C 不用说。所以说呢，在茶餐厅吃饭第一个的话，他希望你快然后呢，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不要老是麻烦他很烦的。为什么呢？香港本地人也说了，就是你要喊他的话，你越喊他越会离你远一点，就越叫越走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你最好一次性把事情讲完然后
就是干净利索啊。还有的话就是老板啊，他们这种人吧，这种服务人员吧，经常流动性也非常大啊。老板招人的话也不太好招，老板给他们工资呢也不是非常高，你想想看吧。所以说他们这种压抑情绪啊、不爽情绪啊也在里面。老板呢把他开除的，再招个人也不太好招啊。所以说呢，老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香港本地人也是在慢慢忍受这种情况，没办法。所以说导致现在香港人很多都是叫反向代购啊，他们就是在香港赚钱，在深圳去吃喝啊，同样钱我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务啊，吃得更多。不谈价格吧，就从服务态度来讲的话，肯定是在内地爽啊。还有吧，我也看到网上一些评论，比如说那个台湾的朋友去香港啊，发现你们说话好大声啊，差点把我吓一跳。因为香港茶餐厅这种说话是很大声啊，然后他们解释的原因是，因为我这样大声一点，让你听得更明白，然后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说第二遍啊，就是这样的原因。还是为了快，为了效率。还有一点吧，就是比如说普通话或国语的朋友啊，去体验啊，感受这种语气上啊，感觉听得不太舒服啊，就感觉好像特别硬啊。这个呢，其实也是跟这个粤语有关系啊，粤语的尾音比较少啊，不像国语普通话这种尾音啊，啦啊、啊啊、呢啊、妈啊这些的这种尾音啊比较多，所以听起来这个话比较软一些。所以说呢，这种常常让人感觉到服务态度不太友好啊。那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感受到这种服务态度比较好的地方，茶餐厅这个地方真的只能是适合吃快餐，吃完就走这种情况啊，就是填饱肚子用的地方。如果说你想吃得好一点的话，我还建议就是你去好一点餐厅啊，或者说追求性价比的话，也可以寻找这种类似于国内美团这种团购的 APP， 这样的话你价格也便宜一点，然后有团购券啊，然后过去吃啊，尤其是这种香港一些自助餐，我觉得跟内地价格差不多啊。然后这种的情况的话，就贵一点点嘛，反正的话自助餐的话也不要对方什么服务，你自己弄嘛这样的话也不用麻烦别人啊，我觉得也是不错选择，并不需要叫茶餐厅。而且那次去我朋友吃了还吃不饱啊，吃不饱之后后面外面再吃一顿，等于说吃了2顿啊，花了差不多100块港币了啊。那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说直接200-300港币啊去吃个自助餐啊，因为有些酒店的话，它是有些会员卡啊，还可以打5折，或者说2人同行，第2个人半价啊，这种情况都有。那真的，如果说你想稍微好一点的服务的话，我真的觉得还不如这种自助餐，或者说稍微正规点餐厅去吃啊。茶餐厅的话，真的你要这个期望值啊，你这个对这个服务的期望值，我觉得降低一下啊，人家就是要吃快餐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网上很多人在说这个出租车啊，我是没有打过出租车。在香港现在也可以打 Uber 啊，然后打 Uber 的话，往往很多人说 Uber 的话，这个态度要比出租车态度好。那包括在内地，在其他地方，我感觉也是如此啊。出租车的话，在内地的话也是滴滴打车要比这个出租车态度要好很多。那所以说呢，你要想说好的话，那你就还是用 Uber 吧，又便宜又好。但是 Uber 里面绑定的信用卡呢，要国际信用卡，所以说你这个要注意一下啊。那我看网上一些评论的话，都是说这个出租车，有拒载情况啊。我没想到香港还有拒载情况。那不过香港的出租车，说实话，这个价格非常高啊。我不是说这个车价比较高啊，只是说这个它本身租用成本非常高。这个车转让的话，估计好像能转到1000万啊，大700万、900万，反正我不清楚啊。反正是这个车你看上去就是这样普通的红色的丰田的什么天然气出租车，其实它这个车是有执照嘛，说实话，就是说这个营运车，然后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说你耽误他1秒，或者说多问他一下，路上他不愿意去，他其实也是为了自己考虑啊，对他来说怎么样有利我就把你拒载了啊。总而言之吧，后面我也跟朋友讲了，就是2点啊。第一点的话，你要想服务态度好，那你就去贵的地方啊，要么去不起的话，那只能怪自己没钱。第2点的话，同样价格，那肯定是内地、澳门、台湾要比香港的服务态度要好啊。这样比啊，我2个比较，对不对？一个是在香港本地去比，一个是在陆港澳台这4个地方去比，同样价格，肯定是香港应该是我觉得是态度的话有点欠缺的啊。反正就今天跟大家随便聊一聊这个吧。